医生说了，你得减少工作量了。是减少，又不是说没让工作。我会注意的。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要不我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指挥我就行。哪有那么夸张？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孩子很健康，很稳定，你放心。再说了，当时我怀洋洋的时候，也每天都在工作，在上庭呢。你看洋洋现在多健康。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你看，除了案子，还有律所的事务，还有……好啦，我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减少遗憾，我尽量做到平衡，好不好？越来越发现，女士们不容易啊。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绝对稳妥。加油！那姐，我先去外面等你吧。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把车开到门口。啊。我知道你来产检，我专门给你买了一些补品。我就怕陈科这小子什么都不懂，照顾不好你。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孩子挺好的，很健康。下次产检什么时候？下个月。好啊。那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我是想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那要么到时候再说。你的工作还顺利吗？还行。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都是由我负责。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大概几个月前。仅仅几个月，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你是否觉得这些，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对方律师刚才用"陌生人"这3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表示反对。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在我爸爸去世以后，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有异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那我想请问，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是。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没有。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
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清者自清。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审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播放视频。方律师，我不是说过了，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我就离个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既然已经开始，对方死了你才能活。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你离过几次婚？1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曹慧的事说出来，对吧？因为我看到了，开庭前，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法方会保护好洋洋，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去辅导班。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有时候有，就是说偶尔有。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可以继续。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是。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也为他的工作骄傲。简小晨，我想问你，在你爸爸去东北之间，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请回答我的问题。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被告律师可以继续。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我可以说两句吗？你请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就这些。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洋洋，妈，妈妈想问问你，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有哪些缺点？很多很多。好，那你跟妈妈说说。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我喊句妈，她回句哎。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肩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
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述完毕。简小晨，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全体起立。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院已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对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闭庭。千万注意了，中奖短信别惊喜，冒充账户等着你，这些都是骗子们经常用的手段。如果遇到了套路贷怎么办？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方打款，知道吗？这种时候就可以拨打我们宣传手册上的法律咨询电话，找我们进行法律咨询。好了，今天的法律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张阿姨到这边领取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我们有小电风扇、小手电筒，还有洗发水，大家可以到这边领取。大家都排好队啊，都有。来，秩序排好啊！谢谢啊。来，快去，挺好挺好。哎，快去领吧。谢谢啊。宋律师权力这么大，有没有我的小礼物呀？现在宋律师好厉害呀，不管在哪个赛道都可以瞬间的风生水起。那怎么说呢？没想到还是公立律师更适合我。师傅之前一直让我处理这方面案子，原来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你一直看我干嘛？我有眼屎啊？看我的男朋友呀，看我的男朋友现在怎么这么帅，再这么帅下去啊，好没有安全感。有这么夸张吗？有啊。许姐，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哎，小宋，跟你女朋友过来一起跳啊！年轻人不要狗嘴皮子，过来，要动起来，来！阿姨，我们一会儿过去啊。行，快说什么事？年轻人不要只顾嘴皮子，要动起来。不是，我会跳吗？你就进来。宋兄，你记得我们是哪天在静海认识的？当然记得了，你来静海第一天在酒吧喝多了，去派出所接的你。你还说未来要罩着我，说到做到呀。还说要负责任，言出必行。那打算负多久的责任？一辈子。成交。那你余生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呢？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要不要娶我？要不要娶我？
徐姐，这个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想挑个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时候向你求婚。跟你共度一生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你愿意娶我吗？哎呀，这孩子怎么说话都是嫁我吗？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愿意。拼命三娘虽然是2胎了，但也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遵命。没事的，还没有几个月呢，挺好的。有事？没事，不能来找你谈心？当然可以。我来跟你说声谢谢。谢我干什么？真正该谢的人是你自己。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我们好好走走。嗯呐。怎么样？要不要给你留个时间调整一下？我倒也想啊，刚刚接了个案子，大明星的离婚案，又要低调，财产又不允许分割，哪有时间休息？确定不需要？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你说呢？听你的。打扰啦，欢迎打扰。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单主任，其他的案子呢，我都已经分发到各个组了，只有这个案子想跟您探讨一下。什么案子？静海市女性反职场骚扰的集体诉讼，目前涉及的原告呢有20-30个人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大公司，还有律所。其他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观望，暂时没人敢接。咱们接不接呢？你来决定。这个有人知道吗？咱们这儿目前没人知道。还有那个维亚的案子结案了，咱们胜诉。太好了，辛苦你了。这个案子意义重大，为很多人发了声。只可惜啊，维亚没有等到这一天。那我先走了。对了，那天看了你们连串案子的庭审直播，特别优秀。刘芳，我看一下，这里我帮你做了批注。今天的明堂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走了很多人，迎来了很多风波。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已经印上了我的名字，我的房子。10秒钟看一次，这可不像我们许律师的风格。10分钟摸一次肚子，干嘛呀？我跟儿子在里面还会跑呀？给人家看一下呗。哎呀，这是谁买的钻戒？成色不够好，不够亮啊！果然怀孕能够让人急速紊乱，温良恭俭不是陈律师教导的美德吗？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可真的是伟大，把我们家许律师都变成了一个
温柔体贴的女人了。人家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嘛。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是单方面的，除了最后一笔10月23号的转账，确实是从我们律所的账目转给苗苗的以外，其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苗苗的主张。其涉及金额确实如财务所说，属于离职补偿 N+1范围，这也和李主任说的一样。如果真的如苗苗所说，他有长达3年的职场骚扰，那为什么在离职以后，他没有第一时间发生，而是现在？目前很多证据都站不住脚的。苗苗离职以后，也把客户的名单泄露给了程泰。如果按照阴谋论来讲，王耀庆，这未必不是他的阴谋，他的新轨迹。按30周年庆的时候，苗苗是主动辞职的，为什么还会有离职补偿呢？我担心。我知道你担心什么。现在苗苗的证词，那么作为律师就要做正确的事儿，将伤害最小化。对，做正确的事，为明堂的荣誉而战。出征吧，女士。